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。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不会，但是做梦人人都会。我们会对梦好奇，也会被梦境困扰。如果长期做噩梦，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毕竟梦里的感受太真实了，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甚至与清醒时的差不多。梦见悲伤的事，有时候也会哭；梦见开心的事，也会大笑。即使感觉很真实，醒来也是一场空。梦里明明有六趣，醒后空空无大千。梦里挣了再多钱，醒来还是分文得不到。梦里荣华富贵，辉煌一生，醒来不过黄粱一梦。梦虽然不真实，但是我们依然会好奇，总想揭开梦的神秘面纱。古往今来，古今中外，无数人都在探索梦境。人为什么会做梦？梦与现实有什么联系？梦能不能预测吉凶、未来等等？针对这些问题，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梦的话题。说起梦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，最熟悉的一本书应该就是《周公解梦》了。相信很多人在梦见有亲人死去，或者结婚、怀孕、杀戮的梦境，亦或是奇怪的梦境后，都用过此书来查询梦境所预示的意义。而在西方，也有一本与《周公解梦》一样颇有名气的书籍，它便是《梦的解析》。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、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并称为导致人类三大思想革命的经典作品。在这部著作中，它不只是解析了梦，更是通过梦境与心理的分析，详细解释了心理疾病的原理。而除了上述两本书籍外，在《黄帝内经》中对梦境也有一定的解释。起初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体的，环境的变化会引起人体内在脏腑的感应，从而通过梦象反映出来。梦象虽然是心神活动，但其变化与形体密不可分，由此可以了解脏腑阴阳气血的变化，通过梦境就能辨清人体阴阳的虚实。大致我们可以分为以下8种。一、肝在五行属木，肝气盛则可能梦到发怒，肝气虚则可能梦见蘑菇等生草，或者梦到趴在树下不敢起来。2、肺在五行属金，肺气盛则可能梦到恐惧、哭泣、飞扬；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雾，见到人斩血交横，则可能会梦到交兵战斗。3、心在五行属火，心气盛则可能梦到长啸而恐惧，心气虚则可能梦见救火和阳性特征明显的物品，或者梦到火在燃烧。4、脾在五行属土，脾气盛则可能梦到唱歌，身体重或难以活动，脾气虚则可能梦见饮食不足，或者梦见筑墙盖房。5、肾在五行属水，肾气盛则梦腰脊分开而不相连属，肾气虚则可能使人梦见舟船溺人，或者梦到淹没在水中而非常恐惧。6、人体内阴阳功能，人体内属阴的功能强盛，就可能会梦到渡大水而感到恐惧，属阳的功能强盛，就可能会梦到大火烧灼，阴阳俱盛就可能会梦到相杀毁伤。7、身体上下部气机，身体上部气机旺盛则可能梦到飞翔，身体下部气机旺盛则梦到下坠，吃得过饱则可能梦到给予别人东西，非常饥饿则可能梦到去取东西吃。8、若体内有寄生虫，短虫多则可能梦到聚众，长虫多则可能梦到互相打斗毁伤。而除了《黄帝内经》外，在佛教的经典中，像《善见律毗婆沙》《大毗婆沙论》《瑜伽师地论》《大智度论》等，也纷纷说到了身心不调会引起的梦境。其中《大智度论》中这么说道：梦有5种。1、若身中不调，若热气多，则多梦见火、见黄、见赤。2、若冷气多，则多见水、见白。3、若风气多，则多见飞、见黑。4、又复所闻见事，多思维念故，则梦见。5、或天与梦，欲令知未来事故。前面3种情况的梦境都是因为4大不调所引起的。除此之外，有些梦境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也有佛菩萨加持入梦给我们的启示，而这是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。我们不可执着佛菩萨入梦，一旦执着便容易着魔。虽说梦境与身体的关系让梦境可以应用于医学，不过大众最关注最好奇的还是梦境对未来吉凶的预测与启示。比如
古代有专门为皇帝解梦的人，如佛法的东传就缘起于汉明帝之梦。汉明帝有一天晚上做梦，梦到一个全身发金光的人，头上背后都有光，在他的金銮殿前自由地飞着。他在梦中特别舒服，醒来的时候仍念念不忘，就询问大臣这梦境的吉凶。当时的太史官傅毅就说，历史有记载，西方有大圣人，号之曰佛，身出金光，项背有光明，他的圣教在1000年后会传到中国来，您的梦可能就是这位西方圣人啊。汉明帝听后立马就派了18位大臣出访西域，迎请佛法。后来遇到了摄摩腾、竺法兰，把他们请到中原，白马驮经来到洛阳，佛法就正式传到了中原。汉明帝之所以会梦到佛，自然是因为中国的弘法因缘成熟了，当时的皇帝可能也比较重视梦境的吉凶征兆，所以佛就用梦境示现，通过这样的因缘，让佛法以皇帝的因缘传入中国。而除了汉明帝的梦外，在佛经中还有很多关于梦境的记载，比如佛降兜率、摩耶夫人梦白象的故事。佛陀降生母胎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摩耶夫人曾梦见一头白象腾空而来，从夫人的右肋而出，她顿时觉得身体清明快乐，像喝了甘露一样。醒来之后感觉还存在，他就把梦中的景象跟净饭王说了。净饭王听后立即召集大臣，询问摩耶夫人的梦境有什么预兆。这时就有相师说，这是一个好梦啊，王后已经怀上王子，王子是位千古圣人，定能光显释家族。又如阿难七梦预示佛法兴衰的故事，在阿难七梦经中有这么一段描述，阿难梦见江河火焰滔天，预示未来僧团善行微弱，斗争坚固。阿难梦见日月星辰隐没，预示佛陀要涅槃，诸大弟子也跟随入灭。阿难梦见大象欺小象，预示未来末法时代邪见炽盛，破坏佛法，有德之人都隐没不现了。阿难梦见狮子死后，狮子身上虫是狮子身上肉，预示着佛弟子自坏佛法。还有玄奘从那烂陀返回大唐，也是因梦而起。如果你看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，你一定对玄奘法师的几个梦境记忆深刻。玄奘法师在那烂陀留学时，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那烂陀寺的破败，到处拴着水牛，看不见一个僧侣。他从幽日王院的西门进去，忽然看见第四重阁上站着一位金人，光明庄严，内心很是欢喜。他想往上爬，却爬不上去，只好请金人接引。金人告诉他说，我是文殊菩萨，由于你业缘未尽，现在还不能到这里来。说完指着寺外的景象给他看。玄奘法师看到一片火海，那烂陀寺外村落全部化为灰烬。金人又告诉他说，你赶快回国，10年后戒日王驾崩，印度将会陷入一片慌乱，盗贼四起，掳掠烧杀。玄奘法师惊醒后深为感叹，因为眼前的那烂陀寺依旧辉煌。等到第二天，他把梦境告诉了圣君论师。圣君论师说，三界本来就是无常的，也许梦境将来会成为事实，菩萨既只是这样的预兆，你就自行安排行程吧。后来在唐朝的永徽末年，戒日王驾崩，印度果然陷入兵荒马乱之中，与玄奘法师梦中所预言的一样。而除了玄奘法师外，蒙参长老其实也是因梦出家。蒙参长老于1915年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开通县。1931年，他就读于东北讲武堂军校。那时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掉到冰冷的海里，一位老太太摇着小船，迅速将他救起，送至岸边，告诉他顺着这条路上走，当遇到几个不是平常所见的房子，那就是你一生的归宿。那时的他根本不懂何为佛法僧三宝，甚至连寺院的形式也不清楚，但是他能理解一生归宿的含义，于是就寻梦到北京房山县上方山兜率寺发心出家了。这个梦巧妙地将他手中的枪杆换成佛珠，将杀戮的战场转为了度化众生的菩提道场。看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问，既然佛菩萨都能入梦预警，那么那些已经往生到净土的人，神通自在，度众生没有障碍，世间梦境给娑婆世界的亲人，给他们增加信心是很轻松的事，为什么往生后不托个梦回来呢？那是因为往生到净土之后就不是凡夫的境界，
我们在这里着急、担心、期盼，往生成佛的人一看会微微一笑，说这句名号就是最大的证明，阿弥陀佛每天都实现了，不需要其他的来证明。佛菩萨的境界，娑婆世界本身就是空花幻月、梦幻泡影，阿弥陀佛救度我们，就是用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进入到我们的轮回大梦中，不断的呼唤我们，照亮我们，就是为了把我们叫醒。因此往生的人就算要给我们示现，也会用更善巧的方法，把一切都归到阿弥陀佛的本愿，归到这句名号，名号自然运作，不落痕迹，目的也是让我们回归念佛，回归到平静。何况娑婆世界本就是一场轮回大梦，我们每天经历的事看似真实，其实也是一场梦。谭鸾大师曾说，此三界皆是有漏邪道所生，常寝大梦，莫知悉出。有名延寿大师也说，宴作水月道场，大作梦中佛事。虚云大师也说，终生无尽愿无尽，水月光中又一场。我们旷劫轮回的梦，唯有念佛往生到净土，才是真正的醒来，否则都是梦中人说梦中梦，梦话连篇。除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们凡夫的一切都是梦幻泡影，万古是非魂短梦，一句弥陀做大舟。愿所有人在娑婆的梦中听见阿弥陀佛的呼唤，从旷劫轮回的梦中醒来，回到极乐世界的真实境界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